大家每天辛苦上班，下班后都会希望能够回到家里好好休息。但如果你住的地方是不到2坪的网咖包厢呢？1-2天或许还能接受，但如果一住就是好几年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的网咖难民吧。嗨吼，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日本大部分的网咖都是24小时经营哦，有吃有喝有网路，甚至还可以洗澡，一天的花费却不到台币1000元。去网咖住一晚是很多观光客去日本旅游时省钱的小方法，但便宜和方便的背后却是许多日本人唯一的选择。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016年的调查，东京一天有超过1.5万人住在网咖里面，其中因为没有固定住所而长期住在网咖的人就有4000人左右。而今天我们会一步一步来讨论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多日本人只能够住在网咖里面，而这些网咖难民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不过在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台湾人乐善好施哦，一年的捐款推估超过了1000亿，但你是否想过，这么大量的捐款可能会被有心人士利用？有些团体甚至假借急难捐款，或是各种名义诈财哦，不只伤害了公众信任感，也对许多认真做事的公益团体带来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捐款者也要做好关注 Google 常追踪的3步骤。捐款前呢，关注募款组织都在做些什么，并 Google 查证，确定组织合法、财务公开透明。捐款后也要常常追踪，确认计划有没有落实。如果你没时间，也不用担心哦，只要打开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的好事大平台网站，上面整理好的公益组织资讯图表，让你呢有充足的资讯，可以去决定要捐给谁，后续也好追踪。现在就点击资讯连结到好事大平台看看，让你的爱心能够确实的回馈社会。2007年，网咖难民这个新名词首度在日本媒体上面出现。这个词专门指没有固定住所、长期住在网咖或是漫画店的人们。根据调查，网咖难民的年纪大多落在20岁到49岁之间，其中男性占了大约 80%， 女生则是 20% 左右。虽然说网咖难民常常会跟没有家、没有工作的露宿者做比较，但和露宿者不同的是，网咖难民几乎都是正在寻找工作或是已经有工作的青壮年人口。在一份近1000人的问卷调查当中，有高达80%的网咖难民表示自己是有工作收入的，只不过因为经济考量或者是家庭因素，才选择长期滞留在网咖里面生活。那么在网咖里过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其实这些网咖难民并不是整天都待在网咖里面，大部分有工作的住民呢，都会在上班时间直接从网咖出发，前往工作地点，等到下班后再回到网咖过夜。而在饮食方面，这些24小时网咖除了供应免费的饮料之外，餐点的部分也往往比外面的餐厅更便宜一些。对于无法自己料理餐点，只能够吃外食或是泡面的住民而言，是相当划算的选择。另外，大部分的网咖也会提供盥洗还有洗衣的服务，使用一次只要500日元左右而已非常的实惠。而对于需要处理工作的人呢，网咖除了有稳定的网络之外，有些也提供印表机能够列印文件，甚至有的网咖会让长期居住者将户籍移入，方便他们收取信件。而且这样如果有求职的需求呢，也至少有具体的居住地址可以填写。可以说住在日本的网咖几乎就能够满足所有的生活所需。不过呢，虽然生活技能还可以，但住在网咖还是有一些缺点的。毕竟网咖属于营业场所，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的进出，有些人会觉得比较不安全比较没有隐私。还有大部分的网咖都没有禁烟的规定，再加上呢只是简单的隔间，大家可能会吸到其他人的二手烟，而且因为隔音可能也没有很好，噪音也会是一个不小的干扰。很多住在网咖里面的人都表示，他们在网咖过夜常常会因为噪音问题而睡不好。真的来说，长期住在网咖，生活品质通常不太好。对于大多数的网咖难民而言，也还是会希望能够搬出去住，拥有一个自己的家。不过即便有工作有的赚钱，要脱离网咖难民这个身份还是非常困难的。根据调查，人们之所以会变成网咖难民，主要是经济条件不佳。网咖难民当中有75%的人属于非典型劳动形态的工作者，也就是从事像是临时工、派遣工这种工时短、不太稳定的兼职工作。不少人的薪水都是当日现领的。而之所以这么多人从事派遣工，也跟日本这些年就业市场的改变有关。以前日本企业大多采用终身雇佣制，员工可以做一辈子，在公司里面享有终身受雇的保障。但是在1990年代，日本的泡沫经济
济破裂之后，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，许多公司为了要减少开销，开始大量使用派遣劳工来补足人力。跟正式的职员相比，派遣工的工作并不稳定，他们常常不知道何时才会有下一份工作，也不知道工作地点在哪里，内容是什么。在工作量不固定的情况之下，派遣工的月收入大约只有11到15万日元左右而已，差不多是台币3到4万元。这样的收入其实很难在大都市里面生存，所以工资较少，加上工作不稳定，许多人宁可以网咖为家，至少能够多存一点钱。有需要的话呢，也可以随时停租。再加上许多网咖都是开在市中心，交通非常的方便，让他们可以应付不同工作地点的通勤问题。不过，就算有固定的收入能够负担每个月的房租，也不一定能够租到房，这是因为日本租屋的门槛其实非常的高。在日本，如果想要租屋，除了要先支付第1个月的房租以及押金之外，还需要向房东支付礼金，这部分大约是1到2个月房租的钱。此外呢，还有像是中介费啊、管理费、火灾保险费等等，单就这些费用加起来呢，就是月租金的4到5倍了。再加上有些房东会需要租客提供保证人哦，如果自己没有家人能够担保，就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，找保证公司帮忙做保。而以上这些都还不包含房门换锁啊、租借家具、搬家等等开支，全部加总之后，租屋所需要准备的第一笔费用，往往高达月租金的6到7倍。在一部网咖难民的纪录片当中，曾经访问了一位27岁的工地警卫，他表示当他在网络上面找租屋处的时候，才发现如果想要在东京租房子，至少要有100万日元左右的初期费用才能租得到。以他的工资来说，最少要存2到5年的时间，并花掉1半以上的薪水，才有可能凑得出100万日元这样子的数字。因此，对于像他一样的人来说，就算努力工作，想要办理网咖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这么多年来，日本政府也知道网咖难民的存在，而一堆人住在网咖这件事情，其实也让政府很担心。主要是因为网咖属于聚集的场所，又是密闭环境，很容易导致传染病的散播。2006年，东京就有13个人在网咖感染了肺结核，政府一度怀疑感染的源头是网咖难民，也让网咖的公卫问题浮上台面。而在这次 COVID-19 疫情之下，网咖难民也遇上了更严峻的挑战。去年4月初，日本的确诊人数居高不下，为了阻止病毒传播，东京宣布关闭酒吧、电影院、卡拉 OK 等娱乐场所，而网咖还有漫画咖啡厅当然也不例外。一时之间，许多的网咖难民都必须要另外找落脚处，有的人考虑借住亲友家，但由于疫情严重，大家都害怕被传染，不少人因此被婉拒求助无门。虽然说当地政府也有提出解决方案，像是安排临时住所等等，但因为流程繁琐，申请成功率不高，所以呢，还是有很多找不到地方住的网咖难民只能够露宿街头。不过庆幸的是，有许多的民间团体跳出来帮忙，除了协助安排住所之外呢，也在街上发放物资、睡袋还有食物，更适时的提供心灵辅导等等，算是解决了当下的燃眉之急。目前在疫情趋缓之后，还是有不少的民间单位正在协助媒合工作机会，希望给网咖难民更好的收入。而至于日本政府，除了提供相关的住所之外，也透过修改劳动法，努力解决网咖难民的长期困境。一开始我们在听到网咖难民这个词的时候，把他们跟难民的形象连接在一起哦，以为他们是因为身份问题啊，或者是身体状况而无法从事工作、居无定所的一群人。而在查完资料之后，才发现很多的网咖难民也是有工作、有收入的普通青年，只不过他们因为租屋的门槛太高，经济状况不够好，才不得不住在网咖里面。我们认为网咖难民的出现，其实也是国家经济状况的一种指标。只要贫富差距太大，物价太高，就一定会有一群人需要牺牲生活品质，只求一个负担得起的安身之处。那么，如果要解决这种状况，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从改善经济或是改善社福制度下手。只不过目前全球经济还没有复苏，许多的日本企业也面临着经营的危机，没有什么征才的需求，这也导致网咖难民的翻身机会变更少了，甚至可能还会有更多人失业，被迫加入网咖难民的行列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担心短期之内日本网咖难民的问题恐怕是比较难解决了。好的，这集就到这边了。那看完了日本网咖难民，大家还对哪种国外的居住问题感到好奇呢？底层人民挣扎生活的香港农屋，逼大学生社会人士抢破头的韩国考试院， C 为了要对抗房价而出现的欧美微型屋， D 侵占房屋业合法的法国蹲屋族。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日本的网咖难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简居族以及首尔租房子有多难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